国来说，现在真的是冰与火的世界。你能想象在佛州这个地方，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现在完全没有，冷的要死，一片白雪皑皑啊！宇轩，赵总，我们现在整个全世界都陷入所谓的冬季风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整个是气象的这个温度图，你看到蓝色的一片，中国也是，台湾也是，甚至呢美国整个北半部全部都笼在这个我们讲的冰天雪地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蓝色代表了零下-10度到-20度，所以赵总你就知道有多冷。但你知道最离谱在哪里吗？以前我们讲到的呢，美国的佛州 Florida 就讲什么有 sunshine 有阳光，有沙滩，非常的棒。好，各位，我就带你来看阳光与沙滩。你现在看看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佛州，说哇哦，好漂亮哦，沙滩好白哦。不对，赵和，那不是白色的沙子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满满的积雪，吓坏了。你要知道，佛州是位于美国东岸的最南边的一个地方哦，竟然连美国东岸最南边已经最靠近赤道的地方，全部都是暴风雪，海滩全是白的，而且高达4000万人都是收到所谓这个警戒风暴。所以你知道多讽刺吗？他们现在就非常多的梗图出现。首先第一个呢，他们在路上呢看到鳄鱼，鳄鱼在佛州看到我们讲非常常见，但你看到鳄鱼泡在雪地里面，然后写 If you are cold, they are cold. Bring them inside， 这什么意思？因为美国呢，它流行说，哎，现在天气很冷啊，把流浪狗带回家啦，哦，照顾他们啊，保护他们，因为你会冷的话，流浪狗也会冷啊。但这是鳄鱼，流浪鳄，对，鳄鱼应该是出现在热带阳光的地方啊，怎么会出现在雪里面？而且连 CNN 的气象学家这个 Chad Meyer 他都说。我跑了这么久的新闻哦，他说从德州到佛州，再到德拉瓦州，全部都雪覆盖。他说我直接讲一句话好不好？我从业生涯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景象，我从来没有办法说出这种话，就是佛州都是积雪，吓死人。所以你看到这张图多讽刺，这是佛州在道路上的我们讲的一个广告告示牌哦。那这个告示牌你看哦 ，Welcome to the free state of Florida， 而且上面还写 The Sunshine State。我们是充满阳光的一周，然后整个下大雪了，现在是暴风雪了，都是雪的，还堆雪人，然后连整个我们讲的到处都这样。那为什么？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他们这一次的冬季风暴已经打破143年以来的记录，而全美的各地呢，包括阿拉巴马州呢，它的积雪呢高达我们讲13公分，甚至是呢有高达900架次的航班都因为这样被取消。那我们当你来看这个空照图，你就更清楚哦，这是过去。往往哦，美国呢，它在遇到这种我们讲冬季风暴的时候的一个景象，你可以看到是整个陆地呢，普遍来讲呢都没有所谓的积雪哦，干干净净的。结果我没有想到呢，到了今年度哦，这个我们讲的墨西哥湾一带哦，暖流这一带哦，阿拉巴马州跟佛罗里达州来，满满的全部都白皑皑，上下图差太多了。不，以前因为佛州我们很南部嘛。你也根本不可能说修高压体嘛，就没想到这次的雪是完全连它的覆盖。但你知道美国现在最惨什么吗？东岸是积雪，结果西岸跟你讲说星火燎原哦，通通都是冰与火。东岸是冰，西岸是火，火烧一片。我们之前是不是讲过这个 Palisade？ 我们的豪宅区嘛，有这个大火，一堆明星呢都来逃难嘛。然后伊顿区嘛，就现在多一个新的叫 Hughes。这个休斯这个大火呢烧得更严峻，因为它的我们讲一发不可收拾。你知道最可怕在哪里吗？它光现在哦。10秒钟，够一条毛唔丢，16间可以烧掉一整座足球场哦。所以那个火是，因为我们不是讲说它的落山风，那个强风，哇，这个画面我还以为是云，整个都是已经烧成灰了。对，你还以为火山爆发了，各位啊，这个是因为人为的大范围面积的烧。以及树的烧，还有房子的烧，所以竟然整个烟斗呢，我们讲窜到云端如孤状元。所以你看哦，他们很多的高中生啊，在学校里面吓到呢，因为火根本来得太快。你有听过说高中生因为野火燎原，然后房子还没烧，为了紧急赶快去避难吗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风什么时候会吹到这边来，等于说风吹过来之后呢，马上他这边可能就会变成野火一片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它光是2个小时哦，因为这个来的又急又快用哦。2个小时之内呢，就增大了这个火势，高达50倍之多，甚至烧到5000多英亩。所以各位，这个火还正在继续烧。当我们还在讨论说这个 Palisade 以及这个 Eden 它的控制率到底多少，比如说控制率到底68%了啊，不好意思哦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因为在别的地方在休斯又烧起大火，甚至你现在看到这画面更可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代表它当地非常的干燥，而且呢，它的我们讲的还有车经过，不怕死那没办法，它就是要怕死要跑啊，赶快跑！热带气旋太强，所以你看哦，现场那个烧起来像什么？像是火龙卷一样，而且我们在森林中可以看到火龙卷不稀奇啊。
你现在在平地，也就是这种马路上也烧到火龙卷，而且呢现场这整根本就完全没有办法控制。所以对于美国来讲，虽然川普上任呢是一个全新的喜讯，可以打开星际之门，但现在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是，我们这些天然的灾害该要怎么收拾善后？崇哥，我们刚刚看到了，川普上任之后，好多的行政命令，好多的企业都向他来输成。对，里面有个人好像被边缘化，这个叫做韩国的三星。没错，曾经他们的巨人，现在要倒嘛？而倒了之后，有人要扶他吗？看起来也没有啊。对，没错。我们韩国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国家，这个它的最重企业就是三星。韩国的三星之于这个韩国，跟我们台湾的台积电之于台湾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三星如果真的业绩出问题的时候，表示韩国大概也会出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讲，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在看这个今年业绩的好坏，有一个指标是什么呢？叫做它的这个资本支出，就是我今年投资多少钱嘛。好，那我们讲今年台湾的台积电，大家知道，一共投资大概约莫是380亿美金到420亿美金左右。对，简单来说，大概是400亿美金左右的一个数字哈，这是美金哦。好，那就韩国呢？韩国三星呢，它前几天公布它的今年投资，它原本去年投资是10兆韩元。那今年就说啊不行了，因为我们现在的业绩太差，我直接砍一半，砍成5兆韩元。那5兆韩元是多少钱呢？我们先把它试算成美金，试算美金来说，大概是35亿美金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台积电要投资400亿美金，结果你要投资35亿美金，怎么能比？对，所以你知道已经投资金了不到台积电的1/10了。所以就告诉你说，今年它的业绩呢，大概也是不看好的一个局面。那它不看好的话，整个韩国当然也就是不看好。所以来说，目前为止来说，的确三星出问题，对韩国影响非常大。好，那当然了，三星也不是没有好消息。它今天刚好发表了它最新的这个年度旗舰机 S25。那 S25来说话，很尴尬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原本呢，它这里面来说话用的这个所谓 Snapdragon， 就是它的这个所谓晶片。手机晶片组这个部分是用高通来下的这个订单，可是昭和你知道吗？这个高通的订单是由谁代工？是由台积电代工哦。对啊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过去呢，这个所谓骁龙的这个8系列是由三星代工，所以三星在想说，没有问题啊。如果我的这个 S25的手机我用三星的，然后是用这个高通的手机晶片，但是我三星代工没有问题啊，都是我三星做的啊，就没想到。他这一次的这个骁龙晶片里面是台积电帮他代工，因为他做不出来，他认输了。对，因为为什么？这个原本是他下单，原本是这个高通先下给三星，结果三星呢，它的良率只有20%到30%，那高通受不了，他说不行，我要这个下单到台积电。那也是因为下单给台积电，所以他今天才能够顺利的能够发表。所以要是没有下单给台积电的话，今年他的新手机搞不好还发表不出来的一个状况。甚至连他的手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手机晶片组，到目前为止也没办法做。所以呢，目前为止来说，台积电似乎是不愿意替三星伸出援手。所以刚才赵我不是讲到说，没有人要帮他，真的没有人帮他，为什么？那他有一个 Exynos 的芯片 ，Exynos 的芯片就是这一颗原本是用在他们手机里面最核心的这个部分。结果没想到他，因为我们就讲他过去都是自己代工，那自己代工的时候，结果没想到用2奈米、3奈米良率太低。听说他前一阵来跟台积电说，你呀，帮我做这个晶片好不好？我做不下去啦，因为我良率20-30%，我要用了我的手机的话没办法做的话，那请台积电来帮忙嘛。结果听说台积电不愿意帮他做 ，say no 嘞。对，为什么？为什么 say no？ 因为很简单，因为它这个晶片呢，大概是用3奈米到4奈米的这个制程做的。那因为有人就怀疑说他要怎样，三星要透过这个方法刺探台积电的军机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晶片要做出来之后，你必须要到台积电的生产线嘛，你要跟台积电的制程互相的研究。所以说，你这个我要怎么做、怎么设计、怎么弄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探听到更多台积电内部。你这个3奈米是怎么设计的？然后你这个2奈米怎么弄的？原来是这样。我知道的时候，那我就可以回来改进我的制程嘛。听起来感觉三星是有前科的。当然了，三星过去前科累累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因为他过去呢。从我们台积电挖了太多人了嘛，他就是台积电会认为说，你就挖我那么多东西，你就从我这边偷了那么多东西，他可以说是惯犯，所以我就不帮他做这个东西。所以告诉你说，三星过去因为太多了，得罪太多人了。台湾的很多厂商都被他得罪过，面板厂商、台湾的手机业者、台湾的很多这个DRAM业者都被三星修理过，所以我们台积电会帮他忙吗？当然不会嘛。所以我就说，当初你种下的因，现在就有这样的果。好，峰哥，我们刚刚看到了，现在韩国的支柱三星摇摇欲坠，而现在韩国真的是多事直球。我们两个就是跑社会新闻出来的。今天有则新闻是韩国机场公司前社长陈尸家中，大家一定有印象，这是之前济州航空的事件，好多人都死亡。但今天陈尸家中里面，我们嗅到一个不寻常的气味，里面没有外力介入，但又没有留遗书，代表什么？
有故事。没错，其实济州航空的事情，大家应该有一些印象深刻，非常非常可怕。那个画面竟然是直接被拍完整的记录下来，结果没有想到他的前社长，其实就是之前的老板，竟然在家里轻生。然后轻生的情况之下的话，大家就想说，你既然是轻生，那你一定会有遗书嘛？就像赵豪讲的，你没有留遗书，那你又是轻生，那网友就在想说，你会不会是被轻生？除了刚刚那个前社长，大家觉得很奇怪以外，又还没传到你，你怎么就会想不开呢？另外来讲的话，大家还记不记得4月号载了250个毕业旅行的高中生要去哪里？要去济州岛，结果竟然发生传染，其实那不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哦，因为你那么大的一个游轮，你可以慢慢的去救援，没想到船长竟然叫大家不要来救他，然后呢，这些公务人员也没有急着去救他，结果竟然就眼睁睁的看他给沉下去，沉下去之后呢，有一个人非常的重要，他是他的船东。大家都觉得说你这艘船有没有问题？结果呢，他竟然弃保潜逃跑掉了。跑掉之后呢，有一天韩国的警方就公布说没事了，我们抓到这个逃亡的人了。他说那你要说明清楚啊，你这个4月号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？他说没有，无法说明了，因为他已经死掉了。他也死了。然后呢，大家讲说他怎么死了？竟然说不清楚，讲不明白，然后呢，给大家一个很糊的照片。那糊的照片就是一个人穿着冬天的衣服，然后呢，面容已经腐烂了。那大家想说很奇怪哦。如果这个案子你知道吗？除了那250个这个毕业旅行的高中生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人，总共是304人罹难。你就给我们一张照片，然后呢，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那个人。然后警方说没事，DNA 验过了。所以呢，在韩国大家就觉得说，像有发生这种重大的案件的时候呢，都会有人死亡，而死亡之后呢，你根本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死的。而且这个太悬了。今天从包括这几次的空难里面，现在好多人都在传言一些神秘的传说。对，我听了毛骨悚然呢。其实那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先来讲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金木水火土，因为过去来讲的话，有很多离奇的这种大型的灾难。然后呢，有一些中国大陆的网友就有点是穿凿附会。可是呢，当你第一件你让穿凿附会，你就觉得你这个是无稽之谈。可是1件、2件、3件、4件、5件之后，大家就会觉得越来越毛的，好像跟真的一样。好，金木水火土，我们先来看刚刚讲的，顺着继续讲下去。4月号的沉船事件，你在这一个往济州岛的路上竟然沉没，造成304人的死亡，大家是不是觉得你这个就是水祭？因为它在海里面嘛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经济，其实这个地方是比较久远，可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可怕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经济造成502个人死亡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？在很久以前，什么时候呢？1995年，那个时候韩国的经济刚开始起飞。那刚开始起飞的情况之下的话，那个时候最流行是什么？就是逛百货公司，就是这一间百货公司当年最红的三丰百货。那三丰百货因为它的建造的时间比较久远，所以呢，其实他们每一年都有请结构技师来看。结构技师告诉大家说，这间房子已经倾斜的角度有点问题了，不能继续营业了。可是三丰百货的大老板就觉得说，周年庆到了，就像台湾的周年庆，我要赚钱啊，我怎么可能？然后他就说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做，等到我们把这个档期弄完之后，再来好好的检修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侥幸的心态就会出现问题。在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已经接近傍晚了，已经快要闭店的时候呢，4楼天花板已经开始有剥落。结果他们竟然做了一件很离谱的事情，4楼天花板要掉下来了，没关系，那我们4楼停下来就好了，继续让他们继续其他楼层营业。然后呢，20秒就崩落下去呢，造成504个人死亡，这个是经济。另外来讲，火祭大家会觉得很可怕。03年的时候。有一个列车，你知道它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在大邱那边来讲的话，有个列车被人家纵火。被纵火，你要知道哦，这种地下铁来讲的话，你被纵火的话，那你整个沿线你要全部 shut down 的。结果他们竟然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决策，他们说，这是真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，还没有确定它是不是火灾。你还没有确定的事情，你应该先停吧。结果不是，他们竟然继续营业。继续营业的情况之下的话，有一个编号1080的列车直接冲到火灾现场。你知道吗？这个让他们韩国网友讲说，那这就失速列车嘛。你满载着乘客，然后你冲到这个地下铁的列车冲到火灾的失事现场，然后呢就造成大批人员的死亡，总共192死，这个就是火祭。最近来讲的话，梨泰院的事情。也是159人死亡，就是土祭，什么意思？你想想看，梨泰院那时候呢，是可以说是像是我们现在来讲的南西商圈，非常热闹的。你进来在 Halloween 的时候呢，有人在那边喊着推
推，你是不是故意有人操纵，然后呢造成踩踏事件？你这样子造成159个人死亡，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179人的济州航空失事是所以目击，金木水火土全都集齐了，全部都把它给挤满了。大家想说，那会不会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献祭？可是你回头去想，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东西穿着附会？那其实是跟他们的太极旗有关系。过去来讲的话，韩国跟日本都非常非常的特别。日本是旭日旗，太阳起来，对，然后呢，韩国是中间是一个阴阳，然后呢旁边，你不觉得这很特别吗？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五行八卦里面的八卦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这是正统的八卦。对，这是正统的八卦。所以呢，其实你看来讲的话，乾兑离震巽坎艮坤，你是有一个东西都要来对的。乾是什么？乾就是天。然后天是3个连的，然后坤是一个地，每个地方都是相对的。可是呢，你照道理说，中国的网友就说，哎，不对啊，我们大陆的话是有8个卦象，然后呢，8864才会有64个卦移出来，那你怎么会只有4个？那只有4个，它留下来什么？这个是乾对，就是天，然后呢，这是坤就是地，然后呢，离中缺，坎中满，你只留下的水火。那你其他的你没有留下来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要讲金木水火土？因为你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要有这些东西，你少了金，少了木，因为五行相生相克。你当留下了水跟火，你没有金跟木，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发生火灾了，以前可以用什么？用土把它给盖下来。对，那你没有的话，那你是不是水就太旺？你是火就太旺。所以呢，大家就想说，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五行。八卦有它的相生相克的一个科学的道理。当你留下来这个的话，你是不是一个大凶的一个卦象？